威廉，我今天早餐好香哦，所以我差点一口接一口，3分钟就想全部吃光。我才刚把汤匙拿好，你就像小旋风一样，快要把吐司吸进去了。喵！早餐很好吃是件开心的事，可是吃太快，嘴巴和肚子可能都会来不及准备。咦，吃东西不就是吞下去就好了吗？原来还要准备哦。当然，要吃东西的第一站不是肚子，而是嘴巴，牙齿和口水都会先一起工作。没错，你要是直接把食物整团丢下去，就像把功课跳过第一页。原来我的嘴巴是早餐工作的起点，那它到底先做了什么呢？牙齿会把食物咬碎，让它变成比较小的小块，口水也会把食物弄得比较容易往下吞。所以如果我只要2下就吞掉，等于还没整理好就把食物送下去了。对啊，食物如果太大块，身体后面要解手时就会比较辛苦一点。简单说，就是你把一团还没拆箱的早餐直接丢给肚子加班。那肚子会不会一边接早餐一边偷偷翻白眼？肚子不一定会立刻抗议，可是有些人吃太快，会更容易觉得胀胀的不舒服，或是不知不觉吃太多。因为你的身体还来不及说我差不多饱了，你就已经再下了好几口。原来吃太快，不止嘴巴忙乱，连肚子和大脑都可能跟不上。没错，所以慢慢吃不是故意拖时间，而是让身体每一站都跟得上。可是我早上有说好想赶快吃完去玩，慢慢吃，会不会太浪费时间呀？其实慢一点不一定会拖很久，重点是别一口吞一大堆，让每一口都有好好咀嚼的时间。而且你要是吃太快，结果肚子不舒服，后面花掉的时间可能更多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早餐像要过好几个小关卡，嘴巴先处理好，后面的身体才会比较顺。那咀嚼到底有多重要？是不是只是把食物变小而已？把食物变小很重要，另外口水也会和食物混在一起，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吞咽。如果你狼吞虎咽，嘴巴就像只做一半的搅拌机。原来口水也在帮忙，我以前都没想到它也是早餐队员。那是不是每一口都要咬很多很多下，咬到数字很大才行？不用一直死背同一个数字，重点是咬到食物变稀，比较软，比较好吞，再慢慢吞下去。如果吐司还是一大片硬硬的，你就别急着把它整块送进肚子里。懂了，就是要让嘴巴先把早餐整理成适合旅行的样子。说得真好，这样吞的时候比较舒服，身体接下来也比较容易处理。而且慢慢咬，你也比较能吃出草莓甜不甜，吐司香不香，不会像在追火车。这点我喜欢。原来慢慢吃还可以更认真感受早餐的味道。对啊，吃饭不只是填饱，也是在照顾自己的早晨节奏。可是有时候我一边聊天一边急着吃，就会不小心吞太快。所以可以试试看，小口一点，嘴巴里有食物时，先专心咀嚼，吞下去再说下一句。这样至少不会变成早餐还在嘴里。故事已经讲到第2章。还有一个好方法，就是吃一口之后，先把汤匙或叉子放下来一下。放下来，这样我就不会立刻又咬下一大口了。没错，手先停一下，嘴巴比较有机会把现在这一口照顾好。不然很多人明明嘴里还忙着，手已经替下一口排队了。哈哈，那真的很像我的早餐习惯，我的手比我的肚子还着急。如果我吃粥或柚格这种软软的东西，也要慢慢吃吗？一样要哦，就算食物比较软，也不是直接滑下去就好，还是要让嘴巴先准备一下。软不代表可以飞快消失，嘴巴还是需要时间知道有谁来了。而且慢慢吃也比较容易注意到食物是不是太烫，能保护嘴巴不被烫到。啊，对耶，我有时候太急，差点被热热的燕麦粥吓到跳起来。
所以慢慢吃还能多一层安全检查，先感受温度，再安心入口。你看，慢一点不代表输了，而是代表你有在照顾自己。我开始觉得早餐不是比赛，是早晨和身体一起合作。那如果我真的快迟到了，早餐是不是干脆少吃一点比较好？比起边跑边猛吞，提早一点准备会更好。如果时间真的不多，也要提醒自己小口慢慢吃。重点不是把速度开到最大，而是别让慌张带着早餐一起冲刺。我们也可以前一天先想好早餐，桌面整理好，早上就比较不容易手忙脚乱。像把碗、汤匙和水杯先放好，早上就能比较安心的坐下来。对，当环境准备好了，好习惯就更容易发生。你每次以为自己没时间，其实有时候只是把时间提前藏起来了。好，那我明天要试试看，先做好，先呼吸，再开始吃第一口。慢慢吃，会不会也比较容易知道自己是不是吃饱了？很多时候会哦。当你愿意放慢一点，身体比较有机会把我差不多了的讯号送出来。不然你3分钟内连吃好几口，讯号还在路上，你就先宣布再来一份。所以慢慢吃也是在学助听身体说话，不是只听嘴巴说好香好想再来。原来慢慢吃不是麻烦，是让我更知道自己的肚子现在怎么样。没错，好习惯常常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小小的，却能帮我们舒服很多。而且你慢慢吃的样子比较优雅，不会像被早餐追着跑。嘿嘿，那我今天就要当会照顾肚子的优雅早餐小队员。今天我学到，嘴巴不是通道而已，牙齿和口水都会先帮忙处理早餐。如果吃太快，食物可能没有好好被咬碎，身体也比较来不及跟上舒服的节奏。慢慢吃，小口吃，吞下去再说话。还有，记得别让手一直抢着送下一口。也可以把餐具暂时放下来，感受味道、温度和自己的饱足感，这些都很重要。我决定从今天开始，早餐要慢慢咬、慢慢吞，让肚子开开心心上班。喵，这样就是很棒的早晨照顾，把小小的节奏顾好，一天的开始也会更舒服。如果你明天又想把吐司一口吸走，我还是会第一个提醒你。放心，我要把早餐从冲刺赛改成细嚼慢咽的小旅行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们一起学会为什么早餐不能吃太快，也知道慢慢咀嚼有多重要。希望你们明天吃早餐时，也能记得给牙齿、口水和肚子一点准备时间。别急着把香香早餐变成慌慌张张，慢慢吃，身体才比较不会抗议。那我们今天的早餐小任务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冒险。记得明天早上做好再开吃，别让你的汤匙跑得比你的脑袋还快。大家拜拜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们我有没有成功。慢慢吃早餐。祝大家今天都有舒服的早餐时光，也别忘了跟家人一起开心吃饭。拜拜。喵。下次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运动后要记得喝水，还要学会补充身体需要的水分。下集见，拜拜。